滚开！镇北王，我们为何非要等那个小丫头？哈哈哈哈哈哈！你们以为这大周皇帝宝座是那么好做的？单凭本王这100万大军加上20万江湖武者，就能轻易推翻这大周的江山吗？虽然那大周狗皇帝盘踞在这上京城，但如今麾下也不过30万禁军，我们这边单论数量就已是对方的2倍有余，这力量对比完全不是一个等级啊！难道是因为那镇压的1400头嗜血妖魔？你们不要忘了。我们这拾荒之地可是妖魔挡道，人族卑微，而我们真正的威胁从来都不是彼此。无论是本王还是周天元，我们共同的敌人都是那1000头祟。这些祟是来自那不可说之地北冥。既然如此，尹皇后当年为何要将这些东西镇压在我们大周的地界？100年时间，我与周天元一明一暗探查，只摸清2个字：牵制。尹皇后早知他离去后，尹族必会清算紫霄皇朝，十方沼泽巨头也会前来复仇，而这1000头祟就是他留下的后手。当年我偷袭洛天红，就是彻底抹除这枚能引爆天下的媒介。可我万万没想到，洛天红棋高一招，将部分底牌安在了周天元身上。我100年谋划功亏一篑，却让镇妖司司主周天元登上了帝位。镇北王，那我们今日在此等候洛离，就是为了用它来对付那1000头祟。不错，有这1000头祟在，这个皇位就算坐上去，也随时都会被掀翻。可她一个小丫头，如何对付得了那1000头恐怖的祟？那洛离的体内有着一个诅咒，这个诅咒被称之为天恶，在他18岁那年便会降临。一旦天恶降临，以他为中心，顷刻间万里泯灭，万物不存。而这正是他一出生就被尹皇后用秘法强行封印的真正原因。但即便是尹皇后的封印，也只能压制他100年。所以只要引爆那个诅咒，我们就能借助天恶扫除这1000只祟。这也是我们唯一能除掉那1000只祟的办法。到时候这天下将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我们问鼎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了。也就是说，上京城流的血越多，那丫头身上的诅咒爆发的时间就越短。如果朕有选择，又岂会愿意让我大周的将士用自己的鲜血去填平这深渊？届时，不光是我大周生灵涂炭，恐怕整个10朝之地都将万劫不复。这一切都怪朕无能。等此件事了，朕自会向大周百姓请罪。陛下，您这完全是为了黎民苍生啊！将士们都会理解您的苦心。陛下，皇宫内已经准备好了水幕，周围的防御也布置好了。好，不能再让我大周的好儿郎白白牺牲了。传朕旨意，一旦那丫头身上的灾厄之力有爆发迹象，所有人即刻退守皇宫，打开所有水幕。他的实力早已远超常人想象，可我如今已然自身难保。陈大哥，父王的墓在城北皇陵。等我将你送到太傅府，然后你自己去，我很忙。陈大哥，我感觉我快扛不住了，你能不能带我去皇陵？我感觉我快没时间，我不想造成生灵涂炭，我只想再看我父王最后一眼。行了，别在这要死要活的，老子的镖阎王来了也劫不走。等到了太傅府，你该复你的国就接着复你的国。那如果我没有撑住，你能不能不要让我的诅咒之力爆发？可以，但得加钱。好，我再给你加10万两。果然，只有镖路上超出预料的突发意外，
才能处罚加钱。刚才的意外已经结算，现在没用，又少赚一笔。这种塔是各朝镇妖司的镇妖塔，专门镇压顶级妖魔。可这塔内的气息，我翻阅所有魔髓图谱，竟完全无法辨别。原来如此，周天元和洛文渊这两个狗东西都想置这傻丫头于死地，让她和这镇妖塔里的东西同归于尽，然后好争夺皇位。哼，人族的卑微还真是怨不得那些妖魔鬼怪。陈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这群人的算计实在太过阴毒。此人到底是什么修为？为何上级非要拼死拦下这二人？陈大哥，咱们能不能加快脚步，不要理会他们？天下人都在欺负这个无父无母的傻丫头，我若再袖手旁观，太过不妥。洛离，你别多问，跟着我就行。老子这可是头一回在标路上给人开小灶，还是免费。你那20两银子，算是赚到天际。你这白条要不给老子兑现，老子饶不了你。我马上就要爆体而亡，生灵尽灭，他为何还在意银两？你要不想死，还想复国，就必须承受住这全城的血气灌体。听好了，跟着我默念：明守灵堂，义报玄关，万邪不侵，唯我不断。在这人人算计我、盼我死的乱世，唯有他拼尽全力护我性命。镖未交付，任务未完成，谁都带不走我的镖。那位影族使者说，巨量的气血可以加速引爆洛伊体内的诅咒之力。可如今城中阵亡的武者早已超过10万，可那诅咒怎么还未引爆？况且一名武者的气血，可是寻常百姓的10几倍，难道被那个影族使者骗了？不可能！那位使者亲临此地，正是为彻底扫除影族杂处而来，他完全没有必要诓骗我们。王爷，那丫头身上的灭世之力迟迟未能显现，会不会是有人在帮她压制？压制？难道是那个镖人？快去给本王查查洛离的状况！按照你们的描述，洛离确实是处于天恶即将爆发的状态，可为何没有像那个使者所说的，以他为中心，万物泯灭，生机断绝呢？陛下，我们又有2万名弟兄丧命在他的刀下，而且他的刀法越来越凌厉，杀伤力越来越高，已经到了无人可挡的地步。什么？知道那个镖人的刀法了得，可为何会越杀越强？而且也就是说，那个镖人非但没有阻止我们制造血气，反而在主动帮我们。不对劲，但不重要了。洛离诅咒已处于爆发边缘，只要引爆诅咒，剩下的就是我和周天元的事了。去，继续探。这是个什么东西？陈大哥，他们眼神中没有丝毫恐惧，为什么明知必死无疑，还要往我们这里撞？你现在啊，就是一把可以为任何人斩出世间一切枷锁与威胁的绝世凶刀。此去上京城，你只有1日可活。
原来如此，我努力了16年的复国之路就是一场笑话。复国？确实是复国，但不是复我紫霄皇朝的国，而是为那2个人扫清障碍，方便建他们自己的国。原来他们一直都在等着我，这难道就是江湖？这就是人心？你知道他们到底想利用你除掉什么吗？我父皇曾在我身上留下了一道讯息，告诉我这大周境内镇压着1400头碎奴，他们是我母亲从北冥之地带来镇压拾荒的，乃是整个拾荒的守护者，并且我可以用我母亲留下来的名印任意调遣。他们应该是想用我身上死亡之力清除这些碎奴。原来这玩意儿是碎，系统里确实有一个碎谱，只是里面一直都是空白的。而且我能感受到那座镇妖塔里的碎实力早已超越子府，只是安静的像是在等待着什么指令，不然这小小镇妖塔可镇不住他。虽不知那些碎奴为何会被称为守护者，但母亲这么做一定另有深意。我还不能死，不然带来的不仅是生灵涂炭，连母亲留下的这道希望也会被我毁于一旦。你说那个镖人在洛离异象即将爆发之时，用一种秘术控制住了他的爆发。是，属下看得千真万确。原来如此，原来如此。王爷，为今之计必须想办法补救，否则我们的10几万黑甲军就真的白白牺牲了。来人，不惜一切代价给本王除掉那个镖人！传朕旨意，3思出击，不惜一切代价斩杀此人。是。还撑得住吗？我还能行。你是能行，可老子要倒霉了啊！这么多人，20两摆平他们。给你加10万两，破罐子破摔吧，反正还不起了。破千了，终于破千了，这一趟也没算白来。想投胎的，就赶紧抓紧时间，老子赶时间。这个镖人到底是什么境界？绝不是子府境，即便是天象境强者，都不一定能有这等杀伤力。不好！还想跑？传朕旨意，答应他们，动手。是。陈大哥，你听好了，虽然这诅咒让你痛苦万分，但你每多坚持1分，对你接下来便多1分莫大的好处。这世间万物相克亦相生，水能灭火，火亦能蒸水，冰能定土，土亦能将演冰。你们影族天生具备净化之力，而你体内却有这种相反的死亡诅咒。其实，这死亡之力并外来之物，而是由你的身体自行吸收血气，转化为死亡之力。说白了，就是你生来既具备净化的能力，也具备转化死亡之力的能力。就像一件干净的衣服，将它弄脏远比将它洗干净更容易。而这种转化死亡之力的能力，就是你身上所谓的诅咒。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影族应该天生就具备这2种相生相克的能力，但是需要经过某种特殊的洗礼，才能摒弃死亡之力，
让体质只能转化净化之力。没有经过洗礼的族人，体内的力量就会自然而然地朝着死亡之力的方向发展，最终成为一种诅咒，直到身体承受不住这股力量爆体而亡，导致死亡之力倾泻。这恐怕也是你们族内控制人心的一种手段。若有不从或是不受信任者，便不予洗礼，任由其自生自灭。原来如此，陈大哥，你的意思是说，我只要坚持下去，便能掌控体内的死亡之力？你的死亡之力之所以会外溢，是因为你不懂如何控制它，再加上你体质承受不住。但这些死亡之力在毁灭你的同时，其实也正在疯狂地锤炼你的体魄。现在你的身体正在与死亡之力的抗争途中，你需要不断地去适应它，接纳它。在这个过程中，你的体魄会不断得到提升，接下来提升多少，你就能掌控多少死亡之力。明白了，这就像是打铁，铁胚要经历千锤百炼，才能成为神兵利器。但这既然能成为影族的诅咒，肯定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他一定是掌握了什么宝物，亦或者秘法，能让我找到死亡之力与净化之力中间的那个平衡点。行了行了，赶紧走吧。我是出了名的铁石心肠，怎么现在突然就心软了呢？下一单绝对不送女人，女人太麻烦了。哼，终于到了。陈大哥，这股气息是蛊魔，那可是紫府境之上的妖魔巨巨，无比可怕的存在。赶紧的，我把你送到太傅府里边，就算完成任务了。这些家伙你自己搞定。哼，好啊，我还准备接下来去找你们祭月魔猿报仇，你倒自己先送上门来了。看来十方沼泽里的蛊魔，该来的都来了。那两个家伙到底是付出了什么代价，才让你们这些畜生也肯跑出来卖命？哈哈哈哈！吾等岂是代价就能请得动？行了，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让我猜猜，是知道你们十方窗火地位不保，还是抱上了某些鬼东西的大腿？被他看穿了。没错，这次前来既是受人所托，更是为了我们种族的存亡。我们本是这片地界上几乎是无敌的存在，可100年前突然来了1000只实力恐怖的祟，当时我们请动大人物桃花仙出手，才让那个影族女人才妥协。可现在一旦让这丫头放出这1000只祟，那我们十方沼泽必将危矣。原本只是想让小郎君走得顺畅一些，既然小郎君这般不解风情，那奴家也只能将你拿下了，做个人奴慢慢调教呢。开个价，老子现在将他们全砍了！10万两。丁，宿主坐地起价成功。看到没有，你们这些家伙全部加起来也就值个10万两，竟然还想让老子做人奴，有没有点自知之明？哼，区区10万两就想买我们20头蛊魔的命，你必将为这种侮辱付出代价。
如此实力，若是让他成长下去，他日必成为十方沼泽的心腹大患，此子断不可留。这小子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怪物？没想到他一个子府居然比天象境的古魔还要强。帝王路前真正的危险，不是那个身负诅咒的丫头，更不是那神秘莫测的1000头穗，竟然是眼前这个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镖人。可恶，有这个怪物挡在前面，我们任何一方都奈何不了他，唯有联合才有希望。通知那些妖魔，到了他们兑现诺言的时候了。是。那个家伙还不准备出手吗？决战时刻要到了吗？接下来必然是你死我活的场面了。这么大的排场，整个大周皇朝所有能调动的子府境强者和十方沼泽的巨头，这是都到齐了。这个人我在画像上见过无数次，我的亲大伯骆文渊。大云镖人陈官，见过陛下。陈官，你到底需要什么？只要你愿意就此退去，除了那个位置，无论什么条件，本王都可以满足你。一边去！你现在没资格跟我说话。你，对了，你们这是在迎接新陛下，还是来劫镖？我劝你们让开道路，一会儿你们再继续抢那个皇位。这一路走来，陈官一直按镖人规矩行事，若交了镖，或许就真的撒手不管了。洛离，你不要怪大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天下苍生。当初是你父皇一意孤行，想将大周带入万劫不复，若不是我果断出手，这大周早就生灵涂炭了。好家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能把谋朝篡位这种事说得如此清新脱俗。无耻！陈官，你当真不愿离去？行了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废话，你们就直接告诉我，这路是让还是不让？这人也太多了点，你必须得加钱。这些人最多只值100两。真没想到，你们这么多大人物加起来，竟然就只值100两。算了，100两就100两吧。这什么意思？100两？难不成掏出100两，这个家伙就能以一敌万挡住他们？之前就听说这个镖人只要加钱什么都敢砍，难道他真的只是为了钱？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我堂堂一个帝王，竟然只值100两！这丫头觉醒之后果然是变聪明了，居然能看出只要加钱，自己必然出手，而且还用这一手来侮辱这些家伙。这个家伙怎么又变强了？他竟然能在战斗中越战越强！突击战！哼哼，进攻！手！
这怎么可能？事到如今，只能不惜一切代价将洛离强行拿下，激活他体内的诅咒，释放出天恶之力，这样才能对付得了他，也能强行清除掉上京城那1000之祟。洛北王，你去对付那个镖人，洛离交给朕。攻击陈关。就差一点，只要踏进那太傅府的大门，就算是交差了啊！既然如此，别怪我不客气了。你给老子坚持住，可别让我裤衩子都赔没了。看来陈关是需要时刻要帮洛离镇压身上的诅咒，不然就会爆发。不惜一切代价将他们2人分开。这怎么可能呢？这可是整个大周皇朝唯二的灵剑，护驾！你们烦不烦啊？好快的身法，本王天象境修为竟这般狼狈。交镖，人给您安全送到了。赶紧把这趟镖费的余款给我结一下。我确实收到过苏敬言的密信，说雇佣了一位镖人护送洛离，让我别忘了结尾款。可那穷乡僻壤的镖人，咋可能有能力带洛离走到这儿？这是当时的字据，100两，赶紧结钱。看着字迹，还真是苏敬言那老东西的。苏敬言，老子谋划了100年的复国大计呀！哎，不至于吧？就100两而已。陛下，真要如此做？快去！骆文渊受伤，且陈关注意力不在这边，千载难逢的机会。陈关，你当真要故意与朕作对到底？我们不是妖魔，为什么要关我们？放我们出去！周天元，你要干什么？你难道想以全城千万百姓为祭品，点燃他身上的诅咒？这家伙竟如此丧心病狂，恐怕100年前我主导的刺杀背后都有他的影子。我以为骆文渊已经够狠了，然而跟周天元比起来，真的是小巫见大巫啊！周天元，你确定要用这种方式坐稳皇位？我这也是为了天下百姓着想。陈关，只要你出手阻止他，本王可以退出夺位。这老狐狸想让我给他争取时间，让他缓口气，没门儿！哼，滚蛋！赶紧结尾款。动手！唉，终究还是不能那么狠心，送你一个词条吧。死丫头，你只有30息的时间，记住，在这30息内找到那个临界点，控制住它。限时词条手心已发动。
好，终归是爆发了。走，准备水幕，防止波及。走吧，撤回周天元给咱们准备的水幕里，天恶要爆发了。这是怎么了？他们不杀我们了，我们得救了！快看，那是什么？什么东西？是魔祟？不对，是鬼祟！哎呦我的娘哎！你管它是什么祟？没看到那东西连房子都吃吗？快跑啊！这宝藏到底藏哪儿了？只等他爆体而亡。只剩20系了。这条死亡之道，影族历史上从未有人踏足。我必须找到那个平衡点。咦，我身体里的这股力量竟在主动抗衡。难不成这就是平衡点？不对劲，那蓝光是什么？怎么还没爆体？虽然像种子一样微弱，但也能焕发生机。是这样，以生机驾驭死亡，以死亡平衡生机。是那个镖人，之前就是他救了我们，他一定有办法。跟上恩公！对了，就是这样，和当初影族使者描述的一模一样。这正是天恶即将全面爆发的前兆。最多10息，这个丫头必将爆体而亡。不行，这样不行，血气还在疯狂累积，若不会转化这股力量，仅仅控制不往外溢的话，我终究会爆体而亡。还剩不到10个呼吸时间。终于要到了吗？100年，足足等了100年。一直以为周天元是个心系天下百姓疾苦的圣君，结果今天才看清，他才是这片土地上最阴暗的一个君王。你妹的！我说怎么找不着位置？老子的宝藏就在太傅府里面。这个死丫头还没掌控好，老子的宝藏不会被这个丫头给折腾没了吧？多谢恩公，多谢恩公救命啊！闭嘴！我的100万啊！快看那边！如果天恶之力净化了这些祟，我就立刻开启水幕大阵，覆盖全城，阻止这股力量蔓延出去。有这些妖魔助阵，再加上陛下的那张终极底牌，洛文渊将毫无还手之力。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不蔓延了？难不成又是那个镖人在暗中动了手脚？我成功了，多亏了陈官的额头一指，让我的身体和神魂不被死亡之力碾碎。幸好阻止了那1000之岁死亡，护住了拾荒苍生，避免了一场浩劫。完了，我的钱，我的那100万两啊！哎，怎么办？这100万两，搞不好真要成死账了。洛离，不想死就跟朕走一趟，带上你母亲留下的那1000之岁，朕可以让你平安走出大周。拿下！这怎么可能？你竟然真的掌控了天恶之力！谁动，谁死。大伯，你是不是有话没跟我说清楚？这个妮子现在有点恐怖了呀。这笔买卖有点亏，不行不行，我的实力也得提一提，不然一会儿宝藏没了，他要是赖账怎么办？啊，这波可真是血赚，竟给了这么多！只需要499个标点，就能从子府境突破到传说中的天象境。先升级。太傅府，饶命！怪物！怎么可能？不要过来！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掌控天恶之力？这可是连贵族都做不到的事情。这便是地脉之势吗？借天地之势为己用。不对，我的天象境居然不同，天地人，怎么会多出一个人像？啊！竟然不是借势，这是掌控之力。系统显示这叫仙格。原来如此。人族缺失的，从来都不是天赋，而是被剥夺的仙格。检测到宿主已达到天象境，获得100%超5星好评，赠送被动技能说谢谢。如得到真诚感谢，有1%几率获得词条抽取机会1个。还有这种好事？主动讨要谢谢增加15%标点，还可以主动讨要的吗？帮死丫头这么大一个忙，必须得去要个谢谢。300多名子府强者，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化为了灰烬。天恶之力到底是种什么力量？洛烈，我只是遵从你父皇的安排，暂代这个位置。我做的这一切也都是被逼无奈。是他，都是他逼我的。
他妄图谋权篡位，竟想带着大军攻打北冥之地。我如果不阻止他，他必将带领整个十方世界走向灭亡。不错，我确实是想去那北冥之地，但你以为我不这么做，这十方世界就能平安无事了吗？你们是不是忘了100年前国师苏敬言留下的那个预言？预言？十方为龙，轮回为锁，万年一梦，众生皆刍狗。100年前，国师苏敬言曾在一次大醉之后留下过一个谁也听不懂的预言。当时所有人都以为那只是他的酒后胡言，难不成这是真的？算算时间，距离苏敬言所说的下一个万年轮回，似乎已不足10年。我们这十方之地，就是一个被北冥遗忘的怪谈世界。这是一个由活人构成的规则怪谈，名字为格位。这十荒之地是一个规则怪谈，我怎么没发现？不过名字刚好印证人族修士遗失人像仙阁遭夺的惨状。这规则怪谈，莫非是为观赏失去希望的人族挣扎求生？怪谈实则是畸变残缺的天地法则，诞生条件严苛，由天地病态演化而成。而这十荒世界，竟是真的。此方人族先天缺失本源，本就不属于这片世界。看来洛文渊说的没错，这十荒之地里的一草一木都是一个完整的规则世界，但人族却与这方世界格格不入，无法被这个完整的规则接受，而是被一只强大的怪谈鬼吃控着。那这个规则怪谈也就是研究人族，掌控人族，看我们这些没有仙格的武者能否诞生出某个艺术，重新找到凝聚仙格的方法。不对，这是什么东西盯上了人族？所以十方之地的人族是试验品，是用来寻找对付整个人族的突破口。幸好我有系统傍身，否则真要被那个鬼东西给发现了。所以你当初并没有想着过谋权篡位？没错，当初我偶然得知了这世界是一个怪谈鬼的恐怖真相，验证了苏敬言的预言并非酒后醉语，这些妖魔才是此地的原住民，而人族是外来者。再过不到10年，此地的规则就会发动，抹除所有人，将人族直接重置。当年我曾无数次劝说你父亲，想办法带领人族逃出这个为我们专门设置的怪谈规则，但他对此不闻不问，一心只想救出影皇后。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年，所以我才，这都是无奈之举啊。所以，我父皇根本就没给你留下什么底牌。当年我的失踪，也是你搞的鬼。没有。所以这背后一切的罪魁祸首，竟然真的是他。我早该想清楚，能将我从防御最为严密的帝王寝宫之中偷走的人，只有我父皇的亲信，就是他周天元。怪不得当年我试想过刺杀洛天豪，可他已如日中天，岂是我能办到的？但冥冥之中像是有天意一般，强大的妖魔会来找我主动结交，王府生意也顺风顺水，短短几年遍布10朝，富可敌国。而在最后时刻，洛天红竟主动带着我征战，放权给我，让我随时左右。恐怕洛天红早已看出周天元的叛逆之心，他是准备让我去打破这万年轮回的宿命。没想到我的每一步都是被安排好的。这个死丫头，磨磨唧唧的，不知道反派死于话多吗？你现在可是一个死亡魔女，妥妥的大反派。哎，曾经的一代枭雄，就这样没了。影族使者来了，洛文渊死了，我还有机会。这股气息是天恶之力，怎么可能？难道他真的踏上了那条死亡大道？可恶！
真的是天恶之力！他竟然真的掌握了运用天恶之力的秘法，本使这次可真是撞上大运了。空有力量，不会丝毫的战斗技巧，乖乖束手就擒吧！这人用的正是人相之力，果然只有这十荒世界的人没有仙格，无法真正掌控天地之力，而这个外来者却能随心所欲的运用。就刚才那一剑的威力，够打100个天象境的周天元了。怎么又是你？你不是走了吗？陈大哥，你是谁？我是你爹，给老子滚！找死！陈大哥，小心！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掌控天地之力？你大爷的！是看不起我是吧？陈官，好久不见。你是对时间没概念吧？这才几天就好久不见。这次吴是专门为你而来。别废话了，你是他请来的帮手。我这次前来，想请你护一趟镖。护镖？果然是朋友多了路好走，生意自动送上门啊！你这也太客气了，还大老远亲自跑一趟。这趟镖还得看你敢不敢接。你先等会儿，我上一趟镖的账还没结完。陈大哥，你等一下，我这就带你去取我父皇留的宝藏。桃花仙前辈，救我！天恶之力，对于影族来说，天恶之力一向是他们的天生克星，如今竟然被洛离所掌控。桃花仙，我无意冒犯，还请您替我说说情。这个桃花仙到底是什么身份？这么大面子吗？没想到这桃花仙的来头竟然比这影子使者还要大。可以，不过10年之内你不得离开荒渊，只能在拾荒沼泽待着。这，我绝无可能是陈官的对手。桃花仙此举显然是要阻断我将洛离掌控天恶之力的消息带回族内。是，桃花仙。桃花仙，我先去找宝藏，你的镖稍等片刻。陈大哥，我在这里面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应该就是我父皇留给我的宝藏。好在这宝物埋得够深，没有被这个死丫头弄没。这里边不会真是一箱子珍宝吧？这下应该够了。虽说这是一把灵剑，但对于我来说跟废铁没什么区别。好在能感受到里边封印着一股诡异的力量，有那么一点研究价值，但这玩意儿哪有银子来的实在啊？这是我娘当年的佩剑。这玩意儿顶多值1万两，还有99万两，给我。我虽已是女帝之位，可如今大周刚历经战火，早已名声凋敝，百废待兴。陈大哥，你给我一些时间，等我自己亲手赚够了钱。等你赚到？你怕不是当家不知柴米贵？在外面，一个普通人家辛辛苦苦干一天，也就赚那么2个铜板。等你赚到99万两，我骨头都该化成灰了。果然是爱财如命的家伙，但他接了桃花仙那趟镖，一旦离去，这辈子恐怕再也难相见。有了这99万两的欠条，至少每隔1月时间，总会想起自己一次吧。说谢谢。
他是想逼我和他撇清关系吗？钱货两清，人情两散，与他撇清那不该有的男女之情，让我能心无旁骛地做好一个帝王，为这十方之地开创出一个太平盛世。怎么还哭了？哎，你哭啥呀？陈大哥你……行了，别搞得跟你爹刚死了一样。陈大哥谢谢你，这句话是我替这十方之地的百姓说的。你先管好你自己吧，还替别人说谢谢，你有那个资格吗？丁，恭喜宿主得到雇主的真诚感谢。你妹啊！运气这么好，这种高难度的长途任务才能获得2个词条，他一句谢谢就得了1个。这么看，这死丫头也挺顺眼的。行了行了，希望你接下来能好好做你的女帝，不要让你父皇失望，也不要让这天下的百姓失望。陈大哥，我洛离这一辈子只会努力不让一个人失望，至于其他人我不管。将这些畜生清理了，这个拾荒之地的镖道就太平了。这封印之力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我也看不出是什么力量。算了，收进系统吧。既然有3次抽取词条的机会，那就抽一个。恭喜宿主获得永久路权词语。我去，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路通词条，阴间借道。难不成拥有这个词条，连阴间的镖都能走了？这么瘆人呢？词条内容晦涩难懂，难不成和我自身境界相关？天象境踏入仙路，可神魂出窍，窥见阴祟恶鬼，所以正因为步入此境，开始接触鬼邪，才解锁了阴间借道词条。有此词条护身，我便不会被邪祟侵染，还会被对方视为同类。有了这个，那能去的地方可就多了呀。桃花仙呢？不会等不及了吧？不好。这丫头怎么跑这么快？我抽词条也没耽误多久啊！你妹的！原来你个老杂交真没死啊！哟，天象境巅峰。难怪死不了。陈镖使，你听我陈镖使，你听我等会儿老子再找你算账。这个死白道人之前半真半假的忽悠了我一通，让我走入了一个误区，要不然这趟镖早到了。陈官，你护送的镖便与他有什么？给老子滚！你的镖老子不接，而且先吃老子一拳再说。陈镖使手下留情。多谢陈镖师。我师父辅佐过2代帝王，与天争与地斗，与这乱世妖魔斗，何曾对人弯过腰？今日却对一个年轻的镖师行此大礼，老子不吃这一套。黄泉路上无君名，轮回步上不见君影。一缕不该来的风，注定会吹开一层挡不住你的迷雾。我当初突破到子府后，确实是打算接一趟远镖，彻底告别小河村，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在这个偌大的江湖，一旦自己暴露，小河村的那些父老乡亲就会成为敌人拿捏我的筹码，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陈官，这趟镖不是老夫寻你，而是他在等你。这个老家伙竟看出了我的不凡，不愧是个老神棍，确实有2下子。吾的话还没说完，苏静言不是雇主，也不是镖物，而是你要护的镖。吾一直让他在看管。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陈官，刚才好像是你自己打断花仙前辈的。怎么？是不是刚才那2拳捶得太温柔了？
哎呀，你是雇主，你早说嘛！真是个有意思的家伙。陈官，桃花仙需要你帮忙护送的是一只来自北冥之地的祟。我虽然不想再跟这个老家伙有交集，也不想再接和女人有关的镖，但也没想过接这种非人的镖啊。不过想想也是，一般的镖这桃花仙也犯不着大老远跑来找我。行了，别废话了，只要钱到位，你们只管报一个地点。不愧是陈镖师，走镖从不问出处，只问价格。放心，绝对不会少你。这个陈官真的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恪守自己那爱钱的毛病。只有我知道，他并非真的爱钱。陈镖师，稍等片刻。小离，是爷爷没有守护好你，这世界的虚妄还要你自己亲自去看清。爷爷能做的不多了。是啊，师妹，你可知师父为了你被人硬生生挟持了100年？真是没看错，这白道然一身的本事真的全都长在了嘴上，话痨的不行，什么时候都想插一嘴。苏国师，我不怪你。小离，这一趟镖路走下来，这丫头总算是真正成熟了。这100年以来，苏静言真正想支持的人根本就不是她，而是骆文渊。虽然骆文渊冷血无情，但他却是拯救这个世界的希望。在这方世界的巨大牢笼里，谁又不是一个棋子？陈镖师，随老夫来。陛下，如今大周群龙无首，不如择日登基。不对，是子霄现在群龙无首，陛下不如择日登基。前些日子还是单纯懵懂的小妮子，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女魔头了？这可都是镇压一方的妖魔巨孽呀！也不知道这未来究竟是好是坏。这里面镇压着一只更手。更手？这只碎石有什么特殊之处吗？一会儿你见了，自然知晓。它是100年前影兰从北冥之地带来的千之髓之一，也是唯一破解了影兰留下规则怪谈的那一只。原来如此，能走出规则怪谈，看来这只更手不简单啊！这千之髓是我人族手中握着的人质，有他们在，我们才有一线生机。你的意思是，北冥之地不仅仅是祟的天下，所以人族将这些玩意儿藏在了这拾荒之地里。陈镖师果然聪慧。行了，快走吧。让我看看那个东西吧。我得先看看镖物能触发什么系统任务，然后再说。而且我只接公的，我真怕再来个洛离那样的。然后看银两和标点到不到位，要是标点太低，那只能爱莫能助了。请吧，桃花仙。刚才解封的时候，他露了一丝气息，可气息中既无人族的阳气，也无妖物的妖气，难不成真是神仙？陈镖师，请。这更手还是100年前花仙出手，将其封印在此塔之下，要不然啊。还好，是个男的。是你！你们人族果然言而无信！你个死老头，说好的10年之内送我回家，这都过去100多年了才来。这北冥之地是个什么地方？怎么会长出这么个玩意儿？在下三更，来自北冥耕族少族长。敢问阁下贵姓？
哟，还挺讲礼貌。镖人陈官，你这细胳膊细腿的，也没看出哪里彪啊。哟，还挺有幽默感，比洛丽那个死丫头温柔多了。陈镖师，你只需将他完璧归赵，送回北冥耕族便可。这是100鬼钱，还是当年尹皇后留下的北冥通用货钱。他曾说，这钱在北冥之地能让任何一人富可敌国。触发押镖任务，护送3更前往冥界更族领地。300点，相当于洛丽那一趟镖来说，算是要多一点。钱算是到位了，但冥界这名字怎么听得让人心里瘆得慌了？这个世界没有地府的概念，这冥界到底是个什么地方？跟传说中的阴曹地府有没有关系？最关键的是，这个家伙自称少主，一看就是个有钱人，搞不好这趟顺路镖又可以狠狠地薅上一大笔。陈官，此地乃是一个巨大的规则怪谈，你应该已经知晓。想走出此地，你的条件已然满足。你有了一盏世人梦寐以求的一盏引路灯。这个女人不会真是个仙吧？她竟然看出了我已获仙格。唉，这世道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连仙都得求着人来护镖了。还挺沉。奇怪的是，这样一枚金碎钱，竟然有着足足2两，富可敌国。那好，这趟镖我接了。我明白了，原来气血是为了让我适应万界不同环境所准备，而想要增加，除了突破境界，就是靠收集这些图谱得到的强化点数。只不过，不同图谱奖励的点数作用不同。如今5大图谱总算是凑齐了。不愧是陈镖师，接镖从不问出处。你们就让这么个东西送我？你确定他一个人抬得动我？还挺结实。你根本拴不住我，这牙口也太好了吧！你真以为是这个地牢困住了我？我只是不想出去罢了。现在的脸是我100年的艺术成果，一定要给我最心爱的更娘欣赏，一根头发丝都不能伤到。原来这家伙这里躲了100多年，就是为了偷偷的臭美。这岁的脑回路果然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去理解，以后凡是老子说了才算。这是镇关之力。你怎么可能掌握这种神力？你猜猜。不知道老子的真气天生克制你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吗？最后一页按手印，给老子签了。那个，2只手都要按吗？唉，能问出这问题，可真是个人才。老头儿，这就是你说的八抬大轿？你说好的风风光光送我回家的？陈镖师可是这一代最好的镖人。你们人族果然阴险狡诈，这是好不好的问题吗？给我闭嘴！不愧是陈镖师。自此人间无故土，天地任逍遥。好好当你的女帝，早点给我的99万两凑够。这笔债根本不可能还清，谢谢你给了我一个继续守护大周的理由。哎呦，天底下怎么有这么丑的女人？这是什么？你怎么会有天恶之力？坏女人！看在陈大哥的面子上放过你，管好自己的嘴。我看就是影族余孽，还不让说，切，太可怕了！赶紧带我离开这里。好了，你老实点，我们现在出发。陈镖师此去踏冥海，一脚踏生死，希望一路保重。陛下
3日后乃是九龙开幕之日，不如3日后登基。陛下，臣也附议。好，陈大哥，我一定会努力，你一定要平安回来。终于走到了这一步。朕的治下有功必赏，不论出身；有过必罚，不论亲疏；有冤必伸，不论年岁；有敌必诛。3天之内，把周天元埋在各郡的暗桩名单交到案头，少一个，你们自己拿命填。罪臣周清，通敌卖国，贪没赈灾钱粮，斩立决。朝廷颁布新政，上报妖魔鬼祟线索者，一经查实，赏银10两至100两不等；被妖魔所害者，抚恤加倍。陛下说了，抚恤加倍，这是您应得的。愿意归顺者，提供土地与种子。这是给俺的。陛下的旨意，拿着，别丢了。这种以民为本的仁政之道，确实是眼下这片土地最需要的。在洛离的铁血手腕下，大周的朝堂经历了一次血洗与重塑，他却在完成这一切后悄然离开。那不是城关拖的，是不是一头大妖？不会是一个身负天恶之力的影族血脉，又怎么甘愿在这片小小的拾荒之地当一个偏安一隅的女皇帝？从她把苏爷爷改口成苏国师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了，她的执念不在那张龙椅上了。陶姨，我真的跟不上她的脚步吗？不是你跟不上她的脚步，而是你的心容不下她要走的那条路。我还没还他钱！完了，我这100年的辛苦全都白费了。我这帅气逼人的容颜，竟然让那群人族看到了。这要是让我的更娘知道了，肯定会怪我没有诚意。你要的再哭一声试试。这家伙胆子比洛里那个死丫头还小，难怪心甘情愿在那地牢里窝了100年。哼，这个所谓的冥界有点大。你妹的，没有距离！你妹的，没有距离！拾荒之地到冥界中间隔着的这一片灰色，难不成不是海洋，是2界壁垒？这样才有意思。这链子看着真碍眼，正好系统给的新技能可以把这玩意儿变成法则约束。省得拖着麻烦，老实点儿，他就不会发作。事到如今，也只能先一路向北，去看看那片虚无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